今天做一个披萨饼，备料呢，先备西红柿酱，一个伤痕累累的西红柿，我们把它改刀切成小碎块，然后现在我提前把电锅点着，然后把这个西红柿呢，这个碎块呢，稍微的熬一下，让这个味道出来，而且能够保证更好的口感。这就是为什么西红柿酱售卖的西红柿酱比较好吃，比西红柿好吃的原因，因为它浓缩过了。我们切的时候要小心手，尤其是刀具不错的话，更要小心，因为刀具越锋利，切到手损失越大，搞不好做道菜就要去手指再植，那就不划算了啊。其实作为专业厨师的话，他们每年的工伤事故也是很高的，经常会厨师不小心把刀跌下去了，然后下意识的用手去接，然后就悲剧了。这可以说是目前的一大伤亡缘故。我们用这一个小锅子来熬这一个西红柿。是不是很漂亮？放在这个电锅上加热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处理一下其他食材，比如说大蒜。为什么做披萨饼要大蒜呢？因为大蒜在加热之后呢，会散发出浓烈的香气。这个作为披萨饼来讲是可以增加很好的风味儿。所以会是一些厨师比较专业的选择吧。我们用的是鲜蒜，鲜蒜的好处就是口感更好一些，但是香味比较淡一点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蒜呢也是切碎，稍微切碎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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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些蒜差不多了。我们放在一边备用。然后香菇。准备了3朵香菇，然后改刀。很多厨师呢会选用口蘑，就是那种白色的小蘑菇，但是我更喜欢香菇，因为香菇的味道更浓烈一些。关键是，烤出来之后这个味道会，更漂亮，这个颜色也会更漂亮。好，这在一边备用。然后是尖椒，我们放尖椒的话，是让这个颜色更好看一些。
而且这个青椒，这个尖椒会给这个披萨饼呢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味道，那就是辣。然后我们再放1/3个黄椒，这主要是为了颜色漂亮。当然了，这个黄椒的味道会更醇厚一些。这个保持2厘米左右，不要太小。为了搭配颜色，还有让这个披萨饼的这个造型更加立体呢，我们还要准备几个小的西红柿。为什么放了西红柿酱之后还要再放西红柿呢？这就是为了让口感更丰富，造型更漂亮。下面我们要准备披萨饼的1味主要的原料，那就是萨米肠，这是丹麦进口的那种萨米肠，有丰富的口感、颜色，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猪肉丁。这个猪肉丁呢，好处是让这个披萨烤出来之后更加的香醇。我们放多半只就可以了。这个大约是12寸左右的披萨，可以看到这个西红柿酱在熬啊。这个萨米肠呢，这个味道呢是比较丰富的，不要切破，这样我们便于把这个包装纸拆下来。刚说着就打脸了，好吧，然后这样再转，再这样转，这个肠衣是不能吃的，把它剥下来。然后大概切成1毫米左右的片儿。然后照样把它堆在一起待用。好，现在可以准备面皮了。这个酱要继续熬下去。放一些盐在酱里，让这个味道更浓厚一点。一些辣椒，这是红椒粉，讨厌了，这样有更漂亮的颜色了。搅拌一下。给大家展现一下，这是重磅武器，经过48小时发酵的面团，这个是用黑啤酒
德国黑啤酒那个和的面粉，然后搁的酵母，整整经过了48小时。正常的话，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。我是特意做了48小时的这个准备，因为这个酵母时间长的话之后呢，它会产生一个浓烈的独特的酸味儿。大家可以看这个组织，这个面粉的这个组织发酵的非常的充分啊，基本上淀粉的含量就大大降低了，这个口感啊和我们这个口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可以看到这个面粉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浓郁的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在打捞面团的时候呢，不要把这个表皮打破，这样保证完整的这个表皮。待会儿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呢，可以增加更好的一个口感的层次。秘制私人独家料理酸披萨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很大一个面团，经过48小时发酵之后呢，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而且普通的这个披萨店呢，它不会卖给你这种产品的，因为这个太耗那个时间成本了，所以他们不会直接的做的。这个只有像我这种专业级的厨师特意给你做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吃得到。是不是与有荣焉的感觉？然后我们小心的把这个披萨饼伸展开，小心慢慢的按摩。这个经过48小时的发酵，深度发酵之后，这个饼好，然后我们小心的把它翻个面儿，哎，然后标准呢就是大概做到11寸左右吧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西红柿酱熬煮的这个时间，这个火候，颜色也漂亮，是不是？颜色也非常漂亮的西红柿酱。好，下面我们可以开始预热，我煎锅了。我们做的这个披萨饼呢，不需要烤箱。我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一种非常神奇的方法，就是可以让这个披萨饼不需要烤箱，我们就可以烤制出来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啊！倒进一点油进去，倒油呢是让这个饼出来的更加酥脆。我们有一个酥脆的披萨饼底。当然了，如果喜欢稍微绵软的话，也可以少放一点油。好，这个时候小心，小心，不要弄破。然后慢慢的铺在这个煎锅的这个边儿上。
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时间赛跑了。叉子，准备，戳！我们皮子饼为什么要戳眼呢？为了保证这个能够排气，顺利的排气，免得爆炸，免得爆开来。所以，包括这个皮子饼啊、新疆的馕啊，都是有很多针眼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西红柿酱敷在上面。稍微让它均匀一点，然后可以放料了，把我们刚才切的这些蔬菜、香肠，包括西红柿，把它还有红椒都丢在上面去。忘了把这个棒摘掉了。还有这个香菇，完全放上去。可以看到这个馅料是非常的丰富啊，厚厚的1-2层。那么可能有些人会担心了，这个你直接放在这个平锅里的话，这个会不会不熟啊？上面怎么烤啊？很快我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上面怎么烤。现在堆了这么多馅料之后呢，这个披萨饼就会变得更加的好看，更加的诱人。哎呀，被电锅烫了一下。把这个包括大蒜也放好。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披萨饼皮儿已经准备好了。秘密武器准备好了，展示一下。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能够不需要烤箱烤披萨的。这是一个锅盖，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完全把它扣在上面。然后你想，这个扣在上面，它不就变成煮了吗？不是。然后我们要准备另外一个秘密武器。哎，没错，这就是木炭。这不是普通的木炭哦，这是速燃炭。速燃炭的好处就是什么？就是能够飞快的点燃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慢慢的烧起来。没错，我们放木炭的目的呢，就是真正的做成炭烤披萨。小心，小心。大概放这几个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怎么做呢？就是很简单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，小心的把它们排在一起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一个大一点的锅盖的原因，可以让这个炭能够在上面滑动。下面正式的开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给力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
见证奇迹。好了，炭已经烧起来了。在炭彻底烧起来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放奶酪。正常应该是先做的，但是我忘记了，刚才一激动，小心的把它先断下来。这是带有烟熏风味的碎奶酪。放的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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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太多了。继续我们的伟大的烤披萨事业。木炭燃起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叉子来控制。可以看到木炭正在点燃，我们拿着这个叉子来控制火。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火力，我们再放一条。是不是很好玩啊？是不是很好玩啊？这是我设计出来的完美烤炉，底下是300多度的火，然后上面是木炭。这个木炭的燃烧时间是15分钟，和这个披萨饼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这是一个危险又好玩的工作，玩火是人类的天性啊。
点燃之后呢，就可以让这个炭的火在上面自由的滑动，这样热量会更加均匀一些。时间过去了几分钟，现在已经可以闻到浓烈的这个里边的食材的味道了，看上去烤得非常不错。我已经闻到蒜香和青椒的味道了。这个披萨饼在这个烤炉里，听到这声音了吗？太美了！完美的上烤式炭火，再等等，很快就好。看火候，炭还有一半，大概再有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现在空气中已经散发着浓烈的香味，哎呀，让我食指大动啊！再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。浓烈的香味啊，实在忍不住了啊！还有一点余炭，我们差不多应该可以了。现在要小心的把这个盖子端走，很烫哦。这时候一定要戴棉手套。当当当当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是不是很成功啊？是不是很爽的感觉啊？哈哈哈哈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看，看，还在冒着啊！太漂亮了！噔噔噔噔，下次少烤一会儿，少烤一会儿就好了。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完美再现。怎么不用烤箱烤制诱人披萨？我是孤独的美食家，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可以点点订阅，每天每期视频都是很新奇的哦，不重样的哦，而且各种崭新的、从来没有见过的烹饪方法呈现给大家。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